咱们这期视频啊是极为特殊的一期视频，我将把自己多年下棋的经验真心实意的奉献给大家，让大家在学习的路上啊尽量的少走弯路，尽量多提高一下自己的象棋水平。咱们上来啊说一啥事儿啊？每个人都有多少颗子儿啊？哎，没错啊，每个人都有16颗子儿。那双方都有16颗子儿，就连子离位置都是完全一样，每个人轮流只走一步棋，那是相当的公平合理啊。为什么可以经常分出输赢来呢？这个平衡到底是如何打破的？您呀一边琢磨一边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啊，有一天我跟街头上看见泰森了，哎呦，他怎么这么高这么大呀？于是我就上去犯贱去，抡圆了跳起来，照着泰森的脸就是一大嘴巴啊，啪就一下子。泰森一回头，什么东西打我？一看呀是大板牙子啊，噗就是一上勾拳。咱们此时啊统计一下伤亡结果，泰森一上勾拳让我半个月起不来床，而我扇泰森一嘴巴呢，让他捂着脸呀疼了半天。您说到底是谁赚还是谁亏了呢？我自己说了可不算啊！从远处来了10个小人，一个人啊拎了一个小马扎，往这一坐，开始评分。大家说一个嘴巴大概等于多少分啊？10个小人一举牌子，一个嘴巴也就1分。那说泰森一拳大概等于多少分啊？10个小人跟这一商议，一拳呀怎么也得500分。所以说大板牙的血亏是不是？这种评分系统能不能放在棋盘上呢？其实啊完全是可以的。那这个平衡是怎么打破的呢？说我拿一个车换了对方一个马值不值啊？那肯定是不值的。一个车大概等于多少分呢？10个小孩一举牌子，一个车大概等于10分。既然说车有了它的分值了，一个炮等于多少分呢？一个炮啊大概等于5分，2个炮加一块大概啊等于一个车的分值。既然说车和炮都有分了，这马不能不给评分啊。一个马呀大概等于4分啊，一个马等于4分。为什么比炮少一些呢？因为这玩意儿老有半马腿一说，你想往这儿跳不行啊，你得先拱兵才能上马呢。所以说啊老有半马腿，这个马的分值要比炮低一些。车马炮都有分了，一个兵啊大概等于1分，也就是说呢10个兵大概等于一个车。一个士或者一个象大概等于多少分呢？一个士或者一个象啊大概等于2分。现在可能有人不服了，半天了老将还没分呢，这可是老爷子，一个老将啊等于999分。现在可能还会有人说，你这么算啊可能不对是吧？比如说我呢少了一个马，但是我抢了对方好多个先手，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算呢？其实先手啊必须得放在这个分值里边，这先手大概等于什么分呢？一个马大概等于5个先手，咱们一定得记住了啊！一个马大概等于5个先手，马呢是4分，大概4分等于5个先手。既然咱们已经有了基本的评分系统，我呢给大家举一小例子。红方先人指路，黑方对冲一卒，红方此时往前一冲，那么黑方飞下。当时红方一琢磨，就我这兵说啥不给你吃，所以直接把兵闪开。黑方上马一踩，还在踩这个兵，那红方往下一冲，黑方继续上马。现在是一边踩着兵，一边我可换着炮呢。红方此时把炮一吃，那么黑方顺势一打，你少5分，我也少5分，这可就不能算了是吧？现在我还踩着你的兵呢。红方此时把兵闪开，那么黑方顺势上马又是一脚。当时红方真的是受不了了，你怎么老吃我的兵啊？所以继续往下一冲，那么黑方一飞。咱们用刚才的评分系统啊，给现在的局面打一个分。现在红方走了几步棋呢？
他现在走了0步棋，但是很显然子力啊是占优的。不仅黑方少了一个象，而且呢他还少了一个卒。但是黑方走的步数可多了，黑方走了几步棋啊？他走了1步棋、2步棋、3步棋、4步棋，也就是说黑方赚了红方4个先手。当前盘面4个先手等于什么呀？4个先手啊不到1个马，而1个象等于多少分啊？1个象等于2分，1个卒呢等于1分。也就是说黑方4个先手和3分啊差不多打平了，当前盘面基本均势。咱们现在呀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除了子力和先手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打破象棋的平衡呢？可能会有人说啊，老师我知道，公式肯定算一个。没错啊，公式啊肯定是算一个的。说我的公式相当的强烈，你有再多的子力，有再多的先手，无济于事啊，是吧？我当时我就给你将死。所以说公式啊肯定得算一个，结构其实啊也算一个。比如说我的结构相当的好，你的结构跟烂茄子似的，那肯定是不行啊。比如说啊，这个我的结构相当的好啊，比如说我的结构是这样的，那你的结构呢是这样的。比如说啊，这个黑方的结构是这样的，那您说这个是谁好谁坏呀？其实曹操一看双方的先手差不多，但是黑方的结构简直是太差了，红方的结构呢看起来那是相当的美妙，是不是啊？所以说结构肯定是也得算一个。既然说结构算一个，那公式算一个，其实空间呀也是算一个。咱们先一个一个说啊，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比如说红方当头炮开局，黑方呢选择一步跳马，红方跳马，黑方平炮，想走成反攻马的布局。当时红方选择拉横车，那么黑方顺势上马，红方上马。当时黑方眼睛一亮，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可有这个视角炮，所以直接选择了进炮打串。很显然这俩哥们儿那是必丢一个。开局的炮大，残期的马大，我的炮是5分，马呀是4分，我肯定不能给你炮吃啊。所以红方果断选择了比5进1，你乐意吃我的马，我还给你吃了。此时黑方往过一敲，那么红方上马。现在我可踩着你的炮呢，开局的炮大，残期的马大，你刚吃我一个马，你炮丢了肯定不合适啊。当时黑方把炮闪开，那么红方顺势一捉，这小炮眼看就要凉凉，所以赶紧拉回去再说呗。红方挥车过河，以后准备吃卒带压马，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所以黑方赶紧把炮闪开，那么红方顺势一杀，我可吃着你的马呢，少说废话，赶紧滚一步。当时黑方选择一步飞象，那么红方顺势往前一冲。现在可就了不得了，你不攻我，我就攻你，让红方冲过去，直接是脑门子开花呀！这玩归玩，闹归闹，别拿脑门子开玩笑。所以黑方顺势往前一冲，红方上马。这回可就要了亲命了，你现在往前冲行不行啊？那肯定是不行的，不是帮忙吗？红方顺势上马，是一边踩着卒，一边踩着炮，而且这边还有卧槽将军，所以说往前冲啊肯定是不行的。当时黑方是万般无奈，先把事啊补起来再说。那么红方往上一踩，其实当前盘面红方已经少了一个马了，但是中路的攻势可太猛了，以后准备踩炮带将军，这吃了炮小马还得丢，所以说当前盘面呀肯定是红方占优势。丢一个马呀其实无所谓，攻势到了黑方啊自然也是受不了。咱们刚才呀已经聊到攻势了，那说到攻势不得不提中炮啊。咱们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东西配合的中炮那可就不叫炮了，起码啊得提升一个档次。
这炮就跟车差不了多少了。比如说红方当头炮，黑方的顺手炮，红方跳马，黑方跳马，红方出直车，黑方的拉横车，红方此时往前一冲。现在轮到黑方走棋了。当时黑方一琢磨，你冲兵准备干什么呀？肯定是准备以后上马，干脆我还平炮，我看你到底敢不敢上马。当时红方上马，那么黑方往前一冲，你敢上马我就敢反击你。红方继续上马，那么黑方渡卒过河。现在红方抢上来一个马，到底想干什么呀？双方都有中炮，谁占领对方的中路啊，肯定就是有攻势的。所以当时红方往上一踩，这问题可就交给了黑方。您现在啊一定得注意了，这个马呀能不踩千万别踩，让人家打伤肯定受不了。比如说黑方现在往上一踩，那么红方顺势一敲，我问问你补哪个式比较合适呢？比如说黑方选择补这个式，咱们现在啊简单的看一眼盘面，我这个炮跟你这个炮完全不一样，虽然说字儿啊是一样的，但是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我这个炮属于一个进攻的位置，你的内线肯定就是阵型弱点，你这破炮就当象使了，是不是啊？红方可以选择一步进炮，这步进炮有两个作用，首先我的炮打着你的车呢，而且你的马呀一时半会儿跳不起来，这黑方没办法，只能把车啊跑路再说。那么红方选择进车，准备以后先手杀卒，这卒可是没人管的孩子，干脆啊先把大车出来再说。那么红方顺势把炮一看，这杀卒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黑方往下一冲，那么红方平车捉双，这炮丢了，底象可就不保了。所以黑方赶紧进车看炮，这是摁下了葫芦气来瓢啊。红方平炮，现在我的车可杀着你的马呢，你是保马炮就丢了，你保炮马就丢了，所以当前盘面肯定是红方占优势。曾经啊我认识一个老头，那老头那是相当的有意思，他说没有中炮啊这棋就输不了，如果对方给我架了一个中炮，我拿车砍了他的中炮，我也不让他赢。可见啊中炮的威力到底有多大。现在轮到黑方走棋了，黑方是万般无奈，补这个式不行啊，没辙，只能补这个式了。我的大车跟那儿露着呢，你这边还不瑟瑟发抖，干脆选择一步进炮，首先小马压住再说，同时先手打车，何乐而不为呢？你把车退回去，那也太憋屈了吧。所以黑方选择了一步进车，红方沉底车，这车杀底象当时就完蛋呀。所以黑方赶紧平车看象。现在轮到红方走棋了，咱们呀踏踏实实的，反正全都给你堵上了。我呢也选择一步飞象，首先保住我自己的三路线，同时闲着没事我可飞你的卒。黑方赶紧把车啊拉起来再说。那么红方出车，你想出动门都没有啊。黑方此时往前一冲，准备以后杀你的中炮，那么红方抢先看中炮，黑方果然选择了一步进车，那意思盯住你的中炮，我看你能闹出什么幺蛾子来，以后没准我还弃车砍中炮换你的双呢。当时红方退车，这手棋可太凶悍了，我就问问你敢不敢吃车。很显然当前盘面呀，红方是有巨大优势的。这个优势是从何而来的呢？就是因为这个中炮啊简直是太厉害了，你黑方是不敢杀车的，否则车看底象当时就得死棋，所以黑方没办法还得把车给回来。那么红方不是，这手棋真的是暗藏杀机，准备以后平车站肋，然后出老将。眼看着铁门栓，黑方没有丝毫的办法，所以当前盘面肯定是红方胜势了。提到攻势啊，不得不提中炮；提到中炮，不得不提炮阵五子。
这炮阵五子的中炮简直是辉煌时刻，给个大局都不带换的。这盘棋啊是我前2天下的，当时持红方的呢就是我，持黑方的就是隔壁的村大爷。当时红方呢是以当头炮开局，黑方顺手炮，红方跳马，黑方跳马，红方横车，黑方直车，红方平车站位，黑方呢跳了一个马。当时我那是相当的开心，我平那局干嘛去呢？就是欺负你小本来的，所以选择了一步进车过河，以后准备平车吃卒带压马。黑方卒5进1，那么红方顺势一杀。这问题啊可就交给了黑方，您不就想中炮盘头马吗？有本事你盘一试试。如果现在黑方选择上马，那么红方进炮，这小马可就半身不遂了，不理我，我可真敲你。很显然这2个点啊不能走，没办法，只能往上走了。红方再往前一冲，小马啊彻底凉凉，所以这么走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当时黑方真的是万般无奈，要想活命只能马跳窝心了。您说窝心马怕什么呀？就是怕中炮啊，音乐配上了巧克力，那是纵享丝滑。红方挥炮打卒，经典的炮阵五子，中炮动换不了，马动换不了，双士动换不了，老将动换不了，这么架着肯定受不了。所以黑方选择一步进车巡河，红方架中炮，说啥中炮不给你吃。当时黑方走的可是真够顽强的，选择了一步进炮。这一步进炮啥意思啊？我可打着你的马呢，希望你红方上马，赶紧把中炮换掉再说。那窝心马不就想跳就能跳出来了吗？自然红方不能上这个当，第一反应是什么呢？选择马跳窝心。你跳一个窝心马，我呢陪着你，以后把车杀过来好像是不错。但是我又一琢磨，做人呀不能太小气，我这大中炮比大车还值钱，我还客气什么呀？直接选择一步平车站位，你乐意吃你就吃呗。黑方此时往过一敲，那么红方拉横车，以后准备平车站位，往死了戳。黑方赶紧飞象，红方平车站位，黑方选择出车，红方呢补士。这问题啊再次交给了黑方，这马敢不敢吃啊？你不吃我还戳你呢，以后准备出老将，经典的3把手。这戳士将军当时就死棋。当时黑方的大爷也是想了又想，你现在出老将，然后统士将军绝杀无解了，怎么才能解杀呢？万般无奈，只能填中马了。这手棋走的那是相当的顽强，如果我选择用炮打炮的话，人家的窝心马呀可就跳出来了。所以当时我想都没想，直接挥车杀马。你想把窝心马跳出来，门儿都没有啊！以后我把局平回来，你肯定受不了。所以黑方此时把中炮给换掉，那么红方顺势一敲。其实黑方现在的补偿那是相当的大呀，这俩马都让你白吃白喝了。当时黑方此时把马一吃，现在黑方的阵型弱点是什么呀？就是窝心马跳不出来，所以红方点车下路，以后准备拿车看马，当时就死棋。黑方实在是没办法了，先杀向一将军，那么红方落士，直接再把中炮一砍，要不然解不了杀呀。红方呢直接把这个车一吃，现在问题还是在黑方这里，窝心马出不来，迟早平内车将军啊，平内车啊就得死棋是吧？所以黑方赶紧选择了一步飞象，以后准备把象给落回来，把马呀跳出来。所以红方赶紧平车站位，逮住蛤蟆我钻出尿来。现在车杀底士还是死棋，黑方怎么才能解杀呢？要想解杀只能送马了。黑方此时把马跳出来，那么红方顺势一杀，这车杀底士还是死棋啊，没办法只能补士了。红方退车捉炮，黑方闪炮，
红方退车捉炮，黑方进炮，红方退车捉炮，行棋至此，黑方头死人负。这棋盘上干打一个车，小炮还给捉死了，不认输等啥呢？咱们现在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炮阵五子的中炮作用远远的大于一个车？您说这个炮都干了一些啥事儿啊？首先中炮动换不了，马动换不了，双士动换不了，老将也动换不了，就光这2个字作用就是9分。我一个炮让你9分动换不了，而且加上双士又是4分，作用已经远远的大于一个车了。而且黑方暴露了巨大的阵型弱点。首先第一个阵型弱点是什么呀？特别怕车。您说红方出老将他受得了吗？车杀底士当时就得完蛋。现在是第一个弱点。而且呢特别的怕马。假如说有一个马跟这儿搁着呢，现在轮到红方走棋了，红方选择一脚上马，以后往上跳马可当时就死棋。您说现在老将怕什么呀？怕这边的挂角，怕这边的挂角，怕这边的卧槽，还怕这边的卧槽。所以说如果红方选择上马，你黑方走啥都解救不了了。比如说黑方出车，那么红方上马，我上这边卧槽去是吧？那肯定是受不了。所以说这个炮阵五子也是相当的怕马。咱们再说炮比如说红方这有一个炮，即便轮到你黑方走棋了，那都无所谓。比如说黑方选择出车，那么红方平炮，这些个子跟着干看着没咒念，以后人家 C 炮将军绝杀无解，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所以说这个炮阵五子简直是太猛了，作用远远大于一个车。学了前面忘了后边咱们可不行什么东西可以打破局面的平衡呢？一呢就是子力，你上来丢一大车肯定受不了二呢就是先手，先手丢多了那也受不了。三呢就是攻势，让对面有了巨大的攻势，这先手和子力可都不管事儿了。第4点那是至关重要，叫做空间。先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那个黑方现在被红方拉住了无根车炮，比如说是当前盘面，咱们就看这3颗大子就看车炮和车，就看这3颗大子现在黑方这俩哥们是半身不遂，走哪个都不行。你走炮车就丢了，你走车呢炮就丢了。咱们光说这3颗大子红方肯定是占优势的。这个优势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马，甚至比一个马还要多，因为他这2颗大子全都动换不了了。咱们投入了一个车的兵力，而对方呢投入了一个车和一个炮，所以说这3颗大子肯定是红方占便宜。咱们再接着说什么叫空间呢？比如说黑方往下瘪了一格，那黑方可就更别扭了，一点都动换不了了。你红方的车控制的点那可就多了，后边全归你管。黑方是一格都动换不了，一个格都没控制了。所以说这3颗大子肯定是红方占便宜。但是如果是这样，黑方就比刚才好得多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呢？黑方的车有了活动空间，是不是以后我迟早上来能找一个根儿。比如说我的车在巡河，以后我这车也走到巡河的位置，那我的车不就有根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它呢非常的好找根，而且它控制的点位多呀，红方控制的点位可就剩一个格了。所以说空间咱们必须得有概念。这样拉住叫无根车炮，这样拉住也叫无根车炮吗？也凑合叫无根车炮嘛，但是肯定是不咋地。对方是有空间的优势的，所以说这点咱们一定得注意。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夜3夜4我就上不去了。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啥就咱们肯定会有这种时候就是刚走完一步棋，我怎么走错了呀？就直接拍大腿了，就这种会不会有？那肯定会有，是吧？
说到空间这个事儿啊，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例子，就是前几天啊，我在测评的时候下了一盘非常好玩的棋。当时红方呢是以当头炮开局啊，我拿的是红方啊，黑方跳马，红方跳马，黑方出车，红方出车，黑方往前一冲，他先跳一个卒，那红方进车过河，黑方呢跳一个平风马，红方往前一冲，黑方跃马盘河，走了一个经典的左马盘河。当时我还琢磨呢，这黑方小伙可是真够狠的。红方选择上马，那么黑方拉横车，红方平车站位，你赶紧给我闪开吧，别跟着我踩我的车了。黑方此时往上一踩，那么红方呢跃马盘河。当时黑方走了一招匪夷所思的棋，现在正招啊基本上都是车8进1，当时黑方愣是选择了一步补士。这步棋啊真的是匪夷所思，因为他把自己的车路啊给挡住了，以后唯一的出路可就是车1平4了，那我能让你得逞吗？所以选择了一步平炮。这招平炮可是一招两用的好棋。首先你想车1平4门都没有，我的炮跟那等着你呢，以后我出车过来盯住你的炮，那你也受不了啊。黑方赶紧选择了一步出车，那么红方也出车。现在问题啊可就交给了黑方，你要让红方给你堵上肯定受不了，那你的空间可就太小了，是不是啊？所以黑方当务之急是什么呀？赶紧把炮往起涨。当时黑方选择了一步进炮，你是摁下了葫芦起来瓢，你这哥俩谁管着呢？所以红方选择一步平车，这无根车炮可就让我给蹬上了。现在啊轮到黑方走棋了，当时黑方确实不知道走啥了，所以呢选择了一步飞象。虽然说我呢拉住他的无根车炮，我怎么进攻他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时红方选择一步炮5退1，这招棋啊想法也是非常的简单。一呢准备把炮给平过来，准备过来白吃白喝。二是我平炮以后我能补士啊，我还骚着你这个炮呢，你拉回去我的空间不就大了吗？是不是？当时黑方也是左思右想，干脆选择一步进车，以后我吃你的炮还带着你的马呢，吃完炮我还吃你这个马呢，所以说我的视角炮啊肯定是不能丢，所以直接选择了架中炮。黑方此时往前一冲，准备以后踩炮，然后呢再往下下卒。红方管不了这么多了，先把炮啊调过来再说。这俩哥们可就半身不遂了。黑方此时往上一踩，那么红方顺势一飞。我为什么要飞这个象棋进5呢？主要是给车啊腾留一个位置，以后没准我补士我还出类局了，我不理你了，是不是？当时黑方往下一冲，那么红方马跳窝心，这炮啊整个就是 MVP， 一边打着这个炮一边打着这个炮呢，经典的边打二怪啊。黑方赶紧平车站位，那意思你吃我一个炮我还吃你一个马呢。我红方既然选择了马跳窝心，这马呀打死不给你吃，所以顺势上马。现在是一边吃着炮一边可打着你的炮呢。黑方赶紧把炮平过来，那么红方补士。现在是一边吃着车一边吃着炮呢，黑方没办法只能选择退车了。这无根车炮不又给蹬上了吗？现在可就好了，这边是俩无根车炮，这边也是俩无根车炮，整个是拴了一对儿啊。然后这个小炮是想打谁就打谁。当时黑方真的是急眼了，直接挥炮打炮了，那肯定这招棋啊就输了。您说当前盘面红方到底优势了多少呢？其实我呀想了一下，如果我没有这个马，我这马平白无故的拿下去，然后我这个马呢在这儿，那意思啊就不让你脱扣啊，我很有可能当前盘面这一期啊都是红方占优势，因为这两对无根车炮简直是太大了，平白无故拿下一个马，红方完全可以接受。当时黑方他走了一招什么呀？真的是急眼了，直接打炮了。
黑方直接把炮一吃，那么红方杀车可是带将军的，这一边吃车一边将军，别提多爽了。黑方落士，那么红方顺势往回一吃，直接就给杀光了，对方投子认负。就这炮啊，绝对是本盘的 MVP 啊！这炮拴2对，我的个天爷！这炮拴2对，哎，这哥们儿不会左思右想认了吧？啊，他说这日子没法过了，我就认了，这日子没法过。哎呦，我这是带将了，我的天爷！哎，吃车还带将啊，这棋你都能接受的吗？啊，我在反手我再吃你一个，吃。这棋他还能接受的，就没有这么爽的棋了。哎呦我，咱们呀真的是有啥说啥，咱们呀真的是有啥说啥。一期视频讲清楚子与士之间的关系啊，那肯定是说不清楚的。所以说咱们这期视频呢，先跟你讲一个大概。所以说以后的视频那才是问题的关键呀。点关注不迷路，咱们下期视频啊接着聊。